这个是梅菜包，你这个是肉包，你一撕它就会开那种啊。这个煎多少年了？这个差不多应该接近5年了。有5年了啊。听过宫豆跟磨豆吗？这个搭配的是手工打出来的。它比较硬呢。手工的要冷 Q。这个是叫做红树林里面的船，一只只铁字，它就代表红树林。前面托塔求消灾解厄。药钵的话呢，就是呢开药给我们吃，大家就会问说开什么药呢？其实开心灵的药，开无形的药，让我们可以大变化小，小变化无。OK， 我们第一站现在来到的是石邦的火龙果园。其实石邦Sungai Pelet这一边的早期也是由中巴来的，可是因为早期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个经济价值，就有村民开始改种这一个火龙果，渐渐的大家就开始一起来种这个火龙果。哦，所以 normal 只是在下面走，这个是进去了。对，然后这个呢，它会跟带着你们的。现在我们先看到呢，这边就是红肉的火龙果的种植地啦。这也是比较多的，我们有机会看到是这个红肉的这是熟了的，还没有熟的就像这样子咯。这也是差不多了，你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红了。这个的话呢，这是它的花刚刚谢了，它的果在长着肉，就是这次已经干掉了。开花需要2个礼拜了，15天过后，这个花就开始慢慢干掉，果就开始长肉，到整个变红色，多一个30天，共加起来45天了。所以它是常年都有花，是对，吗？常年都有的。这是 baby 的花，刚刚拿出来的。刚刚你讲这边是红色吗？黄色那些它的树是长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？对，它们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今天第2个颜色呢，这个是白肉的，白肉白色肉的。从树来看呢，它这个就是带波浪这样子咯。这个我们叫大波浪，这个就是红的咯。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分别了，它整个是比较扁平的。黄的嘞，你看它的这个2颗刺中间，它不是向内凹的，它是向外的。这个煎多少年了？这个差不多应该接近5年了。有5年了啊。它这里有冷气，所以不会热。火龙果的屋顶，这边是今天说的9.3米的高，可是这里火龙果比较胖一点，它是9.4米宽。它上面是 ice cream， 应该是 vanilla ice cream 啊。然后它上面有新鲜的火龙果，还有火龙果酱，它还有 lime 的味道，酸酸甜甜，蛮好吃的。所以试一下它的冰沙。我点的是少甜，所以不会讲很甜啊，而且是蛮 fresh 的，就是不会有那种浓缩制加工的味道，就是新鲜的火龙果 blend 出来的那种清爽。像大热天走完火龙果园你来吃这个是蛮消暑的。这个是火龙果椰浆饭，试一下，好像有用鸡蛋诶，它有用炒一点蛋进去。火龙果蛋炒饭是吗？真的有点那个蛋炒饭的味道。试一下它这个三巴，我不知道是它外面卖的那个火龙果三巴，有葱油香味的那种三巴。试一下它的炸鸡，哇，它刚刚炒上来好烧。juicy 嘛？算juicy，它外面也是 crispy， 只是我觉得它的皮可能少了一些的调味啊。所以这个是那个 package， 它有一个 keychain 跟水。第一间是这个海油厅手工包店，这间包应该有接近50年的历史吧，所以都是手工在做的。这个是梅菜包，你这个是肉包。你去撕它就会开那种啊。它馅料没有人家讲的那么少，它的馅料蛮多，然后不会黏牙，不是那种每次吃下去粉粉啊，要不然就水水黏黏啊。它的手法是咬下去就是很 soft 的那种。第2间古早味的鸡蛋糕，这个怎样卖啊？最小份的是哪个？我也吃不懂。这些都是现做的是吗？我们自己做的。这个多少钱呢6块，可以放2个礼拜配咖啡下午茶。还有一个是古早味咖啡粉。其实我好奇啊，丹中十八是有种咖啡豆吗？还是？早期是有了，那个是爷爷的时代，然后后来全部在90年代已经是换成有种，就导致马来西亚的咖啡就越来越少。这是咖啡果，咖啡果在树上要等它6个月它才会熟的。这是马来西亚的品种，然后我们叫 Ribrica。然后现在呢，全世界这个品种只剩1%，因为这种品种它的产量太低，是没有人要种。一粒咖啡果的话，它是有2粒种子的。听过公豆跟母豆吗？没有听过。公的它会比较盐，母的它会比较扁。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小 demo，它冰拿180就下去炒，大概我们炒要炒15个小时。我们经过加工的话，我们会加盐、牛油、白糖去煮，它就会变成纯咖啡哦。
觉得有一点点咸味，但是是很浓，它是不会很甜，不会死甜，还有那种很香的咖啡豆的味道。这个是老板早餐古早味咖啡冰淇淋。老板娘，这个是椰子 ice cream， 刚刚是那个很浓，现在喝这个咖啡比较淡一点点的。可是它的咖啡都是顺口的。那老板刚刚有讲要掺那个咖啡一起，掺了这个 coconut 过后，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里有卖咖啡粉，然后也有饮料，都是自己炒。个标版的古早味鸡蛋糕也是不错。我也想那种就是外面卖那种干干没有鸡蛋味，好像面粉超浓超浓的，这个是有鸡蛋香的味道的。而且你看它是有那个海绵体的感觉，我觉得是真的是蛮不错的。什么味道？鸡蛋糕的味道。不可以骂人。它这个到最后好像要溶了，但是它味道还是有的，它不是像他们有时候冰棒吃了，它开始溶了，味道就在水了。可它这个在它冰还是很浓，所以就证明老板是真的下重料。你们星期几休息啊？这个卖很久了，要到5年了。这个是好，所以这个好本地好，它是品种就是这样小，真的很大力了，有的更小。他们的蚝比起台湾那些小一点点，但是它的分量是有点过分多的那种，整口你咬下去，它还是会吃得到好的粒粒分明的。走，我们去下一站了。现在来到这个东升贸易，这边是卖鱼丸是吗？对，这个是在做什么啊？这个是要做那个福州园的肉馅，只是做一些炸盐而已。这个可以直接吃。啊，这个可以吃了，这个熟了的。很 Q 弹，它很有弹性。有一个也是很好吃，最纯手工的那个鱼肉包粥那个，我们做好了，可以来一个给你看。那个鱼皮碗汤，就是用那个鱼肉做成那个碗汤底这样。碗汤皮哦包那个猪肉，吃的是云吞皮这样子，是鱼皮碗汤我吃过是那个猪肉打成皮的，你们的是鱼肉打成皮，啊，鱼肉然后包那个肉馅，整个圆圆，就是鱼皮碗汤。然后这个是包那个青菜的，青菜跟这 carrot，个搭配的是手工打出来的。它比较干呢。手工的要冷 Q。灭的时候也感觉到。我们现在下一站要去药师佛，我们下一站见。其实我们一进来啊，我们都是先来这里。这个就是弥勒菩萨，通常我们都会来摸这个元宝，财源滚滚，福气满满。然后这个是丰衣足食，摸这个手跟链子，就是身体健康。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在包里面带回家。其实这个是有2面的，这一面呢就是向内发财，另一面叫向外发财。可以来这里摸，你可以来摸一下这里。我们要摸一下。这边开始，先摸元宝，财源滚滚；摸肚子，福气满满；摸脚，丰衣足食；摸手跟链子，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。然后就收起来。其实我们是一栋4层楼的建筑，那我们的主要的结构呢，就都在这个里面，两边都有电梯有厕所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只要搭电梯就可以上到楼上去。那我们拜完弥勒菩萨，我们就到我们的药师殿。那这个是我们药师佛。其实一般的寺庙，你走进来，它都会叫做大雄宝殿。那因为我们专修药师法门，所以我们的药师殿在1楼。那这个呢，2面是不一样的，前面托塔求消灾解厄。那等一下我们绕到后面的时候，拿的是一个药钵。药钵的话呢，就是呢开药给我们吃。大家就会问说，开什么药呢？其实开心灵的药，开无形的药，让我们可以大变化小，小变化无。这个药师佛又叫消灾，因为前面求消灾嘛，后面求延寿，我们就叫消灾延寿药师佛。那特别介绍一下这一尊，它其实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了。这一尊呢，全世界的华人哦信仰的中心都是以它为主，开枝散叶啊，它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。
看到这边一共有4个店，1、2、3、4，这个都叫做天王店。 4个都是天王店。4大天王。那这一位呢，就是我们的创办的师傅好，台湾的师傅师傅好。这里就是大雄宝殿，它的基本配备呢，一定会有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，然后这个是阿弥陀佛，那个呢就是药师佛。那旁边还会有我们的4大菩萨，会有地藏王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以及我们的观世音菩萨。那这边会有阿难尊者跟迦摄尊者，是我们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。那这边叫做我们的白子千孙图，就这个门的形状像什么？观音的那个花瓶啊，所以这个门叫平安门，所以我们走进去再走出来叫出入平安。所以我们又路过这个门了，所以就是出入平安。然后2楼是重头戏就来了，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庙上，这个地方呢。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一个殿呢，总共有94尊的观世音菩萨。从这边可以开始看哦，这边就是大悲咒的开始。我们把它整个绕完，就会把我们的大悲咒给念完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每一尊呢都是一颗玉石来雕刻的。我们到这里就念完了大悲咒，最后一样是用千手千眼来做 ending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再下去，就是我们刚刚走的地方。好，谢谢你，感恩，感恩，欢迎你随时过来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丹中18的情人桥，这个是叫做红树林里面的船，所以它这个字是代表渔船，一只铁字它就代表红树林。所以为什么是用红树林呢？因为其实在丹中18这一带啊，它其实是很多的红树林的口岸，象征着这个丹中18是由红树林来庇护的。丹中18的情人桥，它是在2013年之前呢，它是一个木桥来的，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村民啊，就有投诉说这个桥看起来摇摇欲坠了，所以那时候的村长跟当时候的市议员跟州议员呢，他们就来到这边巡视。结果好巧不巧，他们来巡视的时候呢，这个桥就木桥啊，当时的木桥就发生了坍塌，所以他们就掉下去了。然后随着那个事件之后呢，他们这一个桥呢就改成这一个石头桥，这边还有那个旧的那个木桩，所以这边会有人来这边钓鱼，蛮惬意的。会有人在这里卖这个蜈蚣，他们会有卖了，就可以去那边钓鱼了。这个桥的方向走回来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壁画 ，OK， 所以是有一个壁画可以打卡的。然后旁边这边就有这个土产店，所以这个壁画就是有点画出刚刚这个情人桥，然后这边有人在这边拍拖。我们现在来到是这个神庙旁边的家乡小吃。
第一个先来试这个炒米粉哥，很多客人 order 这个，所以我就要试一下这个。有一点点那个配。它的面粉搞的面粉很特别，就是它的面粉比较有那个嚼劲。第二个我们试这个咕肉油，我觉得我会喜欢。它咕肉油是大到刚刚好够脆，然后它的酱汁是很浓的味道的，不是那种炒上来放久了就会气了，这样不好意思。它这个是味道是很浓的。我们试一下鱼花汤，也是很多客人点一下，刚刚也是算是当时或者是沿海地带的新村很喜欢点的。刚刚我有看老板还是用那个鱼头去熬那个汤，对它味道其实蛮好喝。然后我试一下他们的这个鱼花，老板娘还是用那新鲜的马甲鱼自己手打的，不会那种粉粉，它就有那种嚼劲。我们来试它的招牌个带。这个老板炒的时候是真的是刺激，不会讲到太辣，也不会讲太咸。刚刚嘎嘎讲很辣，我觉得刚刚好，我没有到很能吃辣，所以我觉得不错。这配它的金瓜去吃哦，它们 mix 在一起，它味道都刚刚好。三八炒江鱼仔本身是偏咸的，所以它刚刚这样子一放就真的好吃很多，就会让整个更综合更好吃。所以金瓜不是白色。为什么我们点的是那个菜？我看到老板煮这个，全部人点这个，老板这次是韩式，做好吃的。因为咕老肉真的是必点，真的是有带一点点网配的咕老肉，有没有功夫？你看它的咕老肉就是很多餐馆都有咕老肉，可是真的做得好吃的人不多。然后我们再来试这个宫保黑锅香菇。这讲话奶料哈，奶料哈 ，OK， 这个我们来试一下，它的酱汁应该吃到有一点点那个酒香味，它的那个肉质是滑滑的，没有那种臭腥，我觉得还是很新鲜的虾。我是觉得它宫保真的煮到很香，跟咕老肉这种杂杂的，我觉得都不错。所以我们结束了丹中18的旅程了，现在正要出发前往斯兰班，所以我们斯兰班见。